欢迎大家来到东方译文频道，影片制作艰辛，请大家抬手点赞订阅，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。今天讲一个关于婆婆和儿媳的事。张楠的身孕消息传出后，婆婆刘老太便特别重视这一胎。在孕期的前4个月，她带着张楠去了10多次 B 超检查，甚至给医生送上不少金钱，才最终确认这胎是个男孩。从此之后，刘老太对这个孙子格外珍视，对待他就像对待珍宝一样，无微不至地照顾着。每天她都会笑嘻嘻地摸着张楠的肚子说：“大孙子，你要健康成长，长大了奶奶给你买最好的糖吃。”一次，张楠笑着问刘老太：“妈，胎儿能听到什么吗？”刘老太一本正经地回答：“这就是胎教，你不懂。”说完，她又拍了拍张楠的肚子，开心地说：“乖孙子，奶奶给你准备好吃的去了。”然后她高兴地离开了房间。然而当刘老太转身离开时，张楠收起笑容，从床头柜上拿出一张照片发呆，他的眼中闪过泪光。这一切都被刘老太看到了。当他看到张楠拿着照片哭泣时，他夺过了照片，责备道：“你干嘛？不是让你把照片都烧了吗？你还留着这张？”说着，他拿着照片走了。张楠慌忙喊道：“妈，别拿走，我只剩下这一张了，你留给我吧。”刘老太回头瞪了张楠一眼，本想说些什么，但最终还是忍住了。他拿着照片离开后，张楠不禁伤心地哭了起来。刘老太拿走照片后，本想撕掉它，但当他看到照片上的女孩正向他甜甜地笑着时，他的心一阵刺痛。他想要揣进怀里，但照片上那2个羊角小辫子又刺痛了他的眼睛。他狠下心，喃喃自语道：“丫头有什么用？生下来就是给人家养的。”说着，他拿起打火机。入夜，刘老太拿出火盆，放在客厅中间，手中火机的蓝色火苗一下子就吞噬了照片的一角，接着是整张照片。照片里的女孩仿佛在火焰中变得有生命一般，发出滋滋的响声，身体扭曲变形，瞪着仇恨的眼睛看着刘老太。火苗突然向上蔓延，烧着了刘老太的衣袖。她惊恐地扔掉了带着火苗的照片，照片掉在地上，还在燃烧着。一阵风刮来，着火的照片一下飞到了窗帘下，一瞬间燃着了大半个房间。火光闪烁中，照片中仿佛有个女孩从火焰中走了出来，浑身冒着火，双眼闪烁着炽热的光芒。她发出咯咯的乱笑声，向着刘老太走过去。刘老太身上瞬间着火，尖叫着试图躲避女孩，但无论她逃到哪里，都被小女孩点燃。她的尖叫声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惨烈。张楠原本并未注意到这一切，但后来越听越不对劲。他听到婆婆的尖叫声，还有女孩似笑似哭的声音，非常刺耳。他忍不住走出自己的屋，猛然瞥见婆婆的屋顶已经被火烧穿。她被吓得六神无主，全身颤抖。她颤抖地拿出手机打给老公，老公让她报警，说他马上回来。她报了警后，呆呆地站在院子里，看着婆婆在火海中挣扎。她不能坐视不管，她鼓起勇气奋力跑了进去。火势很大，烟很浓，婆婆的声音已经变得微弱。她大声呼喊着：“婆婆，你在哪里？”她没有听到婆婆的回应，但听到了小孩子哭泣的声音，就在她身边。她低头仔细一看，隐隐约约看见一个小女孩站在自己的面前。“你是谁呀？”张楠蹲在地上抓住了小女孩的手。此时烟呛得她不住咳嗽，眼睛都睁不开。“妈妈！”女孩清脆地叫了一声，这一声让张楠浑身一颤，也不顾烟呛眼睛，使劲睁开眼睛。他看见了女儿那张清秀的小脸。“妞妞，真的是你吗？”张楠想把孩子抱在怀里，但女孩向后躲了一步，淡淡地说：“
妈妈，你为什么不要妞妞？张楠大吃一惊，看着孩子那双充满愤怒的眼神，他恍然大悟，你是因为妈妈没好好照顾你而生气吗？妈妈应该寸步不离地照顾你才对，不应该把你交给年迈的奶奶。说着，张楠哭了起来。他想起女儿去世的那一刻，他差点跟着孩子去了。好好的孩子，早上还亲亲热热喊着妈妈。婆婆说带孩子出去玩，谁知路上孩子被车撞了，当场死亡。婆婆哭得要死要活，她也不好再责怪婆婆，毕竟孩子还小，不好带。妈妈，奶奶说你不喜欢我，她说只有我死了，你才能生小弟弟。奶奶告诉我，要想让你开心喜欢，就往马路上跑。妈妈，妞妞想让你高兴，想让你喜欢，所以妞妞跑上了马路。奶奶真的告诉你往马路上跑？张楠颤抖着说道，眼睛里的泪水噼里啪啦地往下掉。他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不喜欢妞妞的婆婆总带孩子出去玩，为什么孩子会突然跑上马路，他全都知道了。原来是婆婆。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他喃喃自语，是妈妈对不起你，你烧死妈妈吧，妈妈去陪你。说着，他向女儿爬过去，想要抓住女儿的手，但妞妞犹豫了一下，收回了手，说道，妈妈，你告诉妞妞，你爱妞妞吗？张楠感觉自己的呼吸越来越困难，他趴在地上，用力地伸着手，想要抓住女儿的手，然而女儿却冲着他笑了笑，一闪身便消失无踪。他大声呼喊妞妞，昏倒在地。当他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，原来一切都只是一场梦罢了。老公哭丧着脸坐在床边，看到他醒来，沮丧地说道，你怎么这么傻，怀着孩子还往火里冲？妈妈怎么样了？张楠想起火海中的婆婆，忍不住问道。妈妈没事，但是眼睛被熏坏了，精神也恍惚，总说看见妞妞来找她索命。老公疲倦地回答。张楠大吃一惊，想起女儿那张可爱的笑脸，心中一阵刺痛。本集已经播放完毕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，也感谢大家点赞、订阅和支持。